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2017年各家的走量旗舰基本上都已经发布完毕了啊，这是上半年的。各个机型呢，我们也都单独的，基本上都出了这个深度的测评视频啊，大家可以去频道里面翻看。除了这些深度测评之外呢，我们还出了一个番外篇，就是2017年上半年国产旗舰的这个拍照大对决。这一期呢，咱们又是一个大测评，聊的是旗舰的处理器。这次呢并不局限于在国内啊，还有就是这个加入了三星的 S8 Plus， 但是这一期呢咱们并没有加入苹果因为 iOS 还有就是 A 系列的处理器呢，可以说从这个底层上跟这个安卓自然的就区别开了，而且在各个什么流畅度还有就是打开这个软件测试环节呢有天然的优势如果加入的话，基本上也是各种秒啊。所以说这次如果准确的说呢，应该说安卓阵营的旗舰处理器大测评。提前声明，这期视频也是一个很极客向的视频啊！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处理器啊，什么打开速度啊，什么跑分啊，什么各种环节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对，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期视频我们就是一个纯极客向的视频，看看安卓这三大阵营的旗舰处理器，大家的极限性能在哪儿，各家调教的优化又都怎么样？真正的顶级处理器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优秀体验？还有最关键的，也验证一下那些不跟你提处理器性能，这个光设软件体验的用户有没有在耍流氓 ？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2017旗舰处理器性能大对比，马上开始。这次参与性能对决的机型呢，是目前来自市场上3个处理器阵营最顶尖的6款旗舰机型，分别是来自骁龙835阵营的 S8 Plus、1+5、小米6，麒麟960阵营的华为 P10 Plus 和荣耀9，以及联发科旗舰处理器黑流 X30阵营的魅族 Pro 7 Plus 这个真是孤军奋战啊！与上一次测评大对决的打分制不同，这一次6款机型的性能测试，我们将会采用排名制，每一项呢都会从高到低进行来排序，最后看一下谁第一、第二得的比较多啊。测试过程中，我们将会从理论跑分、游戏、软件打开速度和实际应用后台保留情况等等众多环节多个维度进行测评。为了避免喷子和键盘侠们高潮，也要提前说明，测试时我们对待每一款手机呢都是公平记录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网络，因为影响测试的因素实在是太多，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并不是绝对的，请大家提前知晓。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3款处理器的规格和参数，这块咱们快点带过。835是高通的最新旗舰处理器，也是目前旗舰手机搭载最多的处理器，8个核心，4大4小，10纳米的工艺制成，最高频率是 2.45 赫兹，但是旗舰搭载的基本都是 2.3 赫兹的。搭载的 GPU 是最新的 Adreno 540，最高频率670兆赫兹。麒麟960是国内海思半导体的最强手机处理器，去年10月19号发布，搭载的也是8核，4个 A73 大的，4个小的 A53，最高频率2.47赫兹，台积电16纳米工艺制成 ，GPU 为马力 G71 MP8，频率900兆赫兹。联发科的 X30是上个月最新发布的旗舰级处理器，目前搭载的手机也只有魅族的。X30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台积电10纳米制程工艺，核心数也是目前处理器最多的，10个核心，2个 A73 大的，4个 A53 中的，4个 A35 小的，最高频率2.5 赫兹。X30的 GPU 采用的是 PowerVR 7 STB， 主频800兆赫兹。内存方面，6部手机除了1+5是8G其他5款均为6G 内存。闪存方面，除了荣耀9是 eMMC 之外，其他5款均是 UFS 2.1。大喘气一下，不对 ，P10 Plus 我们这一台是2等奖UFS 2.0。
为了最大化的减少人为的影响，在测试之前，我们把这6款手机全部恢复出厂设置。因为在之前一些视频中，小伙伴反映我们手里的某些机器表现水平异常偏低啊。以前的安卓机大家都知道，用越慢，用越卡。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把所有手机呢也都恢复了出厂设置，清空数据，然后再开始对比，并且在整个的测评期间，我们都不会对这些手机个人的进行使用。并且我们把所有手机都更新到了9月14号的各家稳定版的最新系统，但是由于小米的MIUI 8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要更新MIUI 9了，所以在下面的环节中，我们会插入一些刷入MIUI 9开发码进行对比，以做公平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测试温度，室内26摄氏度。OK， 第一个环节呢，咱们来进行跑分测试，来看一下这6款手机的理论性能啊，俗称就是跑分了。我们通过3款不同的跑分软件来进行对比测试，不服来跑个分。第一个是安兔测试，进行的是综合实力的测评啊，这个 CPU 啊、GPU 啊、内存、闪存都会参与运算。5分钟之后，所有手机测试完毕，没有悬念，3部骁龙835处理器的手机领跑，1+5 18万分高居第一，然后是 S8 Plus 17万分。曾经的跑分狂热者小米6啊，现在也不热衷跑分了，16万多。我们又把MIUI 9的小米6呢测试了一下，最终得分与MIUI 8几乎相同，毕竟是一模一样的硬件规格，第3名。搭载 X30 的 Pro 7 Plus 与搭载麒麟960的荣耀9几乎同分，都为14万3400多，仅仅相差几十分啊。P10 Plus 则是以12万分位列倒数第一。第二个是 Geekbench 测试啊，这个就是跨平台的 CPU 性能测试啊，可以测试单核及多核的性能。依旧是同时开始，但是这个环节呢出现了问题。Pro 7 Plus 的 Geekbench 4呢被系统层级的限制联网了，连接上 WiFi 和流量啊都是不能测试的。另外5款手机肯定都没有问题啊。最后排名单核加上多核总分，第1名1+5，第2名呢则是变成了荣耀9，这个 CPU 的实力960确实不俗，超越了835的 S8 Plus 和小米6。P10 Plus 呢则是排名到了第5，有点意外，而 Pro 7 Plus 没有分数啊，最后1名。第3个是 3D Mark 的测试，这是一款测试 GPU 渲染能力的软件。GPU 性能的强弱呢，直接影响到游戏的体验，尤其是3D 游戏。6款手机同时开始，搭载Adreno 540的3款手机画面非常流畅。搭载 PowerVR 7STP 的 Pro 7P 呢有一些卡顿，而搭载马力 G7 MP8 的2款手机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卡顿啊。最后测试结果 ，S8 Plus 3600多分，第1位，1+5呢3100多，第2，小米6 3000。第3名，前3名的差距呢并不算太大。第4名呢是 Pro 7P，比前3名呢低了近1000分，为2100多分。最后2名就是麒麟兄弟了啊，只有1000多分。跑分测试的影响因素呢比较多，而且呢都会有500分上下左右的浮动。视频中呢我们展示的是跑分多次之后的典型值啊，这个跑分呢是理论成绩啊，不要高潮，不要高潮，后边还有很多测试呢啊。这个环节呢我们再额外加入一个 Android Bench， 也就是手机闪存读写速度的测试啊，可以测试手机储存芯片的读取与写入的速度。本来一般的测评是不会加入这个测试的，但是咱们都要感谢华为啊。现在目前的旗舰呢都是 UFS 规格的闪存，大概速度呢是在500以上啊。最后测试结果，小米6 S8 Plus 1+5呢 UFS 2.1 的闪存，读取速度都在700兆每秒以上。然后是华为 P10P， 读取速度有600兆每秒，但是写入速度只有147兆每秒。Pro 7P 用的也是 UFS 2.1 的闪存，但是由于 X30 处理器只支持闪存的单通道运行，不支持双通道，所以读取速度没有其他3者的 2.1 高啊，只有500兆每秒，甚至不如 UFS 2.0 的华为 P10P 读取速度快。不过写入速度没有缩水，也是200兆每秒。读取和写入速度最慢的呢，无疑肯定是荣耀9了。这个读取速度呢只有200多兆，写入速度呢只有100多兆。通过对比呢，我们发现还没有1000多的小米5X 和坚果 Pro 款啊。第2个大环节是应用打开测试啊，这个环节呢是实战测试啊，我们就循序渐进。首先呢，来进行5款最常用的软件进行测试，看看谁的用时间最短。6部手机同时开始，可以看出每个手机的速度都挺快的啊，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但是小米6和 S8 呢，在点开第1个软件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延迟，1+5最先完成第1轮，然后是 S8 Plus、P10 Plus、荣耀9这3者几乎是同时完成，然后是小米6，最后一个是 Pro 7 Plus 啊。又开始了第2轮，1+5的第1轮取得了优势，第1个完成只用了30秒，紧接着是 S8 Plus 和 P10 Plus 都用了34秒，之后是小米6和荣耀937秒，最后一个 Pro 7 Plus 耗时39秒啊，差距呢也确实都不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刷了MIUI 9的小米6啊，过程和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5款软件打开2轮之后只用了31秒，几乎和1+5相同。相比于MIUI 8，小米6确实快了非常多。5款软件呢，对于旗舰机型来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彼此呢也没什么差距。下面呢，我们把数量增加到20款啊，难度提升，这些软件呢都是大家生活中呢常用到的。6款手机同时开始，眼花缭乱，1+5的速度呢很快，但是打开之后网络内容加载却比较慢。我们都是在同网络情况下啊，100兆的光纤。其他几款呢表现都比较稳定。第一轮竟然是 P10 Plus 出人意料的率先完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估计这时候弹幕刷的是小白是水军，小白是水军。然后是 S8 Plus、荣耀9、Pro 7P 这3者呢同时完成，第5个才是1+5，在软件网络的加载上呢用了太多时间。小米6呢最后一个完成，比第一名的 P10 Plus 呢慢了31秒。然后接着打开第2轮，由于程序全部都在后台运行啊，所以速度呢都非常快。P10 Plus 因为第一轮呢就领先了，第一个完成耗时2分20秒，1+5呢在第2轮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穷追猛赶啊，最后2分25秒位列第2。第3个是荣耀9，总共耗时2分29秒，非常意外。第4个是 S8 Plus 啊，2分34秒 ，Pro 7P 2分39秒，可以看出各家的差距呢都不是很大，大概呢只有5秒之差吧。而最后一名小米6总共耗时3分01秒，相比于 P10 Plus 慢了有40秒。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台刷入MIUI 9的小米6表现如何？对，是另外一台量产版的小米6啊。可以看出打开的应用呢都非常流畅，但是呢中间出现了一些卡死的情况啊，因为这MIUI 9呢还是开发版，我们重启之后呢又测试一遍，这次没有出现死机的情况，20款应用呢流畅的打开了2轮，最后耗时也是3分01秒，跟MIUI 8的小米6呢竟然是一样的。这时候弹幕估计应该废啊，小白是米黑，小白是米黑。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0款应用的后台运行情况。前面一样，打开20款应用，全部后台运行，然后再逐一查看有没有后台杀死的情况。除了 Pro 7P 杀死了1个 QQ 之外，其余5者啊，全部都在后台运行。6G 内存确实已经很够用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既然是个极客项的视频，上面这些也没怎么拉开差距啊，肯定这个结果呢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说我们决定把20款呢翻倍到40款应用啊。这40款应用呢基本上涵盖了各大市场的排名前列，也是大家都经常用到的。顺手再来看一下速度对比，看看这些旗舰的极限在哪里。同时开始，小米6打开第10个软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下卡顿，第18个软件的时候出现了黑屏，中间呢也有一些反应迟钝的情况。S8 Plus 呢打开第一轮过程呢比较流畅，但是第2轮的时候出现了白屏和黑屏等待的情况。种子选手1+5也出现了和 S8 Plus 类似的情况，但是等待时间呢没有那么长。P10 Plus 打开的过程比较流畅，但是第2轮杀死的后台比较多，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荣耀9和 P10 Plus 情况基本一样，毕竟是一家的嘛。Pro 7 Plus 呢在前面比较正常，但是在打开第32个软件的时候出现了卡顿。最后不负众望，种子选手1+5率先完成了2轮测试，耗时5分14秒。第2名 P10 Plus 6分58秒，这是在杀死了很多后台的前提下啊。紧接着第3名荣耀9和 Pro 7P 啊并列啊，都是耗时7分11秒，太巧合了。第4名 S8 Plus 7分36秒，小米6 9分19秒。看到MIUI 8的小米6又垫底了哈，我们又拿出来了MIUI 9开发版的小米6进行了测试，最后耗时8分07秒，比MIUI 8快了足足有1分多啊。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卡顿，毕竟这个还是开发版嘛。还有就是这测试也确实变态啊。40款应用的后台保留方面，6者的大内存呢都被压榨到了极点啊。最后来统计一下，杀死后台最多的是荣耀9，40款应用杀死了32个。然后是 P10 Plus 杀死了30个。这2次测试可以看出，华为的 Emotion UI 对后台的管理策略，如果后台应用较少时呢，可以全部保留，但是稍微数量过多，内存占满就会马上杀死绝大多数后台，保留较少数的重要后台。他们说是18个月不卡啊，去年 Mate 9的用户可以来刷一下评论或者弹幕。然后是MIUI 8的小米6杀死了14个后台 ，S8 Plus 和 Pro 7P 呢都是杀死了13个，位列第2。第1名呢，相信大家也想到了，有着天然优势的这个8G 大内存的1+5杀死了9个后台，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多。在测试40款极限应用的时候呢，之前我们对这些手机呢也都做了别的测试，所以说为了进一步减少影响啊，我们把所有手机又重启了一遍。不是在手机上重启啊，是先关机，然后再开机进行重启，把刚才的40款应用又测试了一遍。先跟大家透个底，没想到每一款手机的测试结果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
为了阅读方便，我们直接做了一个表格，可以看到，无论是时长还是后台保留情况，这重启之后测试的第2次呢，都有不小的提升。尤其是MIUI 9的第2次速度啊，比MIUI 8快了2分19秒。后台保留上，荣耀9相对于第1次呢，足足少杀死了11个，1+5呢则只杀了3个啊，在这次。我们不嫌麻烦的2次测试，就是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没事给手机重启是最快给你手机加速的方式。第3个环节，压缩和解压测试，我们准备了1G 的照片和1G 的视频，共2个 G 一起压缩，然后再解压，看谁的用时最短。首先来看压缩时间，835阵营最快的还是1+5，耗时2分15秒，然后是小米6 2分31秒 ，S8 Plus 耗时比较长啊，2分56秒，接近3分钟了。然后是960阵营的荣耀9和 P10 Plus， 两者的耗时仅有1秒之差，荣耀92分43。没想到最快的是X30阵营的魅族 Pro 7 Plus， 只用了短短的38秒，1骑绝尘，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最后排名 Pro 7 Plus 第1，1+5第2，小米6第3 ，S8 Plus 没想到是最慢的。然后是解压时长对比啊。在前面的压缩环节，最快的 Pro 7解压时长33秒，华为的2兄弟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差距 ，P10 Plus 只用了24秒，荣耀9呢则是用了53秒。在这个时候 ，eMMC 的读取和写入速度的劣势就明显的表现了出来。然后是835阵营，1+5最快用时20秒，然后是 S8 Plus 27秒，小米6 31秒。最后排名1+5第1 ，P10 Plus 第2 ，S8 Plus 第3，荣耀9垫底。OK， 这次又是以测评为结尾的视频，我们把这一期的所有测评数据全部都放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直接在后台回复“性能对比”这4个字，所有的测评数据都能供你随时查看。我们都做好了专题的文章，无论是帧率啊，还是各个跑分啊，全部都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回复“性能对比”就可以了。下面是一些日常的轻度测试，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款旗舰机在日常使用中，相对比较耗费性能的微博和淘宝的运行帧率，在同网络的情况下。首先是小米6，微博非常流畅啊，基本维持在57帧到60帧之间。S8 Plus 呢也是54帧到60帧之间，然后是1+5，同样是近乎满帧。华为 P10P，帧率在52到60帧之间，荣耀9帧率也在52到60帧之间，但是偶尔呢会有一瞬间掉到50帧以下。然后是 Pro 7 Plus， 帧率呢在51到60帧之间，偶尔呢也会掉到50帧以下。来看一下淘宝的帧率啊，因为淘宝呢需要加载众多的数据啊，比微博呢可能数据量还要大一些。小米6基本在37帧到49帧之间徘徊。S8 Plus 在31帧和50帧之间徘徊，1+5呢32帧到57帧 ，P10 Plus 33帧到57帧，荣耀9 31帧到48帧 ，Pro 7 Plus 33帧到49帧。总而言之，它们的差距呢并没有怎么拉开。这两款软件的帧率呢跟实时网速啊、手速啊什么的都有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影响的因素太多，大家参考参考就行了。最后一个大环节也是一个重头戏啊，就是游戏测试。我们这次选择测试的2款游戏，第一个是目前玩家最多的《王者荣耀》，也是大家都想看的啊。还有就是《崩坏3》，一个大型的3D 游戏，比较耗费性能。在测试之前呢，先要安装游戏，我们就顺带手啊，又看了一下900兆的《崩坏3》安装速度啊。1+5呢最先完成，耗时24秒，然后是 P10 Plus 27秒，第3名 S8 Plus 30秒。荣耀9 34秒，小米6 36秒 ，Pro 7P 45秒，大家的差距呢并不大。eMMC 在软件安装方面的表现呢，并不比 UFS 差。接下来进入正式的游戏测试环节，为了测试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我们进入的都是5v5的实战对抗啊，这个都比较菜啊，所以说有点坑队友。并且每部手机呢都连续玩2整局，看看在长时间的游戏中呢的发热情况和降频锁和掉帧的情况，这个也是热衰减的一个测试。在这儿呢，我们也纠正一下我们之前的测评视频的不足啊，这个压力测试不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热衰减测试。打头阵的是835阵营的小米6，小米6支持高帧率模式，满帧60帧，在正常的场景内帧率55帧左右，12分钟之后依旧维持在55到60帧之间。团战的时候会下降到46帧，后期团战的最低帧率呢到了44帧，这2局的平均帧率呢大概在52帧到59帧的范围内波动，最高温度呢只有36摄氏度，表现很不错。接下来是 S8 Plus 的表现啊，游戏刚刚开始的时候55帧到60帧之间，战斗场景下下降到53帧，11分钟的时候团战最低到了43帧，在第2局的过程中团战也是掉到了43到44帧，和第1局的情况基本一样。
这2局的测试呢，基本上和小米6是差不多的。团战的时候最低帧率到43帧、44帧，然后是1+5，同样是支持高帧率模式。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近乎满帧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团战的时候最低一瞬间到了42帧，这2局的表现上呢，和小米6和 S8 Plus 呢基本上是持平的，都是挺不错。然后是 P10 Plus 并不支持高帧率模式啊，5000块钱的旗舰不支持高帧率模式。一般场景下呢，帧率在28到30帧之间。那个整个的2局测试中呢，也基本上都差不多，最低呢到了27帧。然后是荣耀9，非较真的话呢，整体表现要比 P10 Plus 好那么一点，即使是复杂的团战呢，也没有低过29帧，基本是29、30帧满帧运行。最后是 X30 阵营的 Pro 7P 也是支持高帧率模式的，进入游戏呢在55帧左右，但是团战的时候呢到了41帧，在第15分钟的时候，团战帧率最低一瞬间下降到了36帧。在这2局中呢 ，Pro 7P 的帧率波动呢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40多帧到60帧之间。下面是对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大型3D 游戏《崩坏3》，我们把画面的质量和分辨率呢都调到了最高，这对手机的性能要求也就是达到了最高了。首先是小米6，刚开始的时候帧率在58到60帧之间，基本上可以说是满帧运行。游戏4、5分钟之后呢，机身开始发热，最低帧率到了53帧。到第9分钟的时候，平均帧率是下降到了50帧，机身呢也出现了更热的情况，最高温度42.5度，也并不算太高吧。总之，小米6的综合表现呢是很不错的，平均帧率呢在50帧以上。S8 Plus 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最低帧率达到了43帧，平时的帧率呢是45到50帧之间。后期战斗中的最低帧率更是降到了38帧，机身呢也出现了发热的情况，总体表现呢要比小米6差一些。然后是1+5，一开始呢同样是58到60帧之间，玩了10分钟之后，有一瞬间掉到了44帧，在特别复杂的打斗场景呢，也能维持在47帧到55帧之间，平均帧率55到60之间，整体表现很不错。然后是比较灵异的华为 P10P 啊，一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是55帧到60帧之间啊，但是1分多钟之后，好像是自己切换到30帧模式啊，总体上呢都掉到了30帧左右，复杂场景呢最低更是到了21帧，有一瞬间甚至到了17、8帧啊，平均帧率25帧到30帧之间，这个表现呢可以说并不算好。然后是与 P10 Plus 同处理器的荣耀9，相对于 P10P 就没有那么灵异了啊。正常打斗的场景呢在50到55帧之间，最低帧率41帧，在复杂的场景中呢45到50帧之间。马力绩效的 GPU 呢确实没有 Adreno 540强啊，但是这个表现呢也算是可以吧。最后一个是搭载 X30的魅族 Pro 7 Plus， 基本场景呢竟然只有25帧，我们是所有的机型都打开了高帧率模式啊。这个打斗中呢会下降到21帧，这个眼睛已经能感觉到明显卡顿了。在复杂的场景中呢，一瞬间降到了19帧，基本游戏场景的帧率在20到25帧之间，这是6部手机中垫底的。经过整整5天的测试，我们把这6款手机的性能方方面面都跟大家展现出来了。说是6款手机，其实也是3个阵营的比拼，高通、海思、联发科，这也更是各家厂商优化调教的对比啊。通过上面这么多项的对比测试，我们最后得出了这个表格，有点乱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表格颜色为红色的，代表这台机器在这一个单项中获得了第1名，蓝色为第2名，黄色则代表这台机器在这一环节垫底没有中间的一些颜色啊，因为实在太乱了。中间这个数字呢，大家不必太纠结，因为它就是排名，有的是6个排名，有的是并列的啊，大家只要自行查看这些色块就可以了。红色第1，蓝色第2，黄色的垫底。性能最强的无疑是1+5了啊！调教机呢骁龙835，另一方面也是天然的优势啊，采用了8G 内存，相对于这个测试中其他6G 内存的确实有些不公平，但是测试中呢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厂商优化的实力，并不是说你的硬件性能最好，你表现就一定在所有环节都是最好的。eMMC 闪存的荣耀9和2等奖的 P10 Plus。理论上都是比较差的配置，但是刚才的测评大家也都看到了，在有的环节甚至超过了835。S8 Plus 与小米6的调教呢，不是最好的，但是呢也肯定不是最差的，总体调教比较平衡啊，没有那么激进，但是也绝对不差。搭载 X30的 Pro 7P 呢，相对于其他性能表现就一般了，没有什么明显优势，但是也是旗舰之列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OK， 这一期的旗舰处理器性能大测评基本上都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
还有就是再说一遍，我们的这一期的所有数据呢，都是汇总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性能对比这4个字，可以随时的在公众号后台进行查看。其实做这期视频呢，不光是这个自己纯极客项的来看一下各家处理器的极限在哪儿，这些底层的调教优化在哪儿，也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哪台处理器最适合你。当然，这个需要你自己判断。这个调教最激进的处理器确实是体验最好，但是也不是那么多人都天天玩这个崩坏3这个级别的游戏，是吧？当然这个极客机油还是选择的多一点，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做完这期视频呢，我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会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严重高估了目前无论是国外厂商还是国内厂商对安卓底层调教优化的这个程度吧。之前我们想的是20-30款应用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没想到这个卡机的卡机，闪退的闪退，这个安卓的底层优化呢，各家确实是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相信哪家厂商如果要是把这块给做好了，相信跟 iOS 的差别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小，或者说乃至于赶上。当然，它后期安卓如果要是在闭源的话，那就更牛逼了。这个不稳定性呢，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安卓厂商各家一起来努力OK， 本期的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这期视频的活动呢，咱们就不在微博上了这期咱们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关注小白测评，直接在后台回复性能对比，不光能看到这些数据，而且你能被后台记录。我们将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1周之后抽取我们的又是魅族的一个奖品这个 EP51蓝牙的运动耳机，售价是299块钱。在这个各家厂商出的蓝牙耳机里边，我挑了一个颜值最高的当然小米也有，下期咱们就送小米的这期魅族的 EP51蓝牙耳机，后台回复性能对比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魅蓝 Note 6再见，拜拜。今天是今天8月15号，刚才我们的空调又坏了，然后热了大半天，最后终于是把空调又修好了。我们的性能大对比的视频是进行到了第4天，我们遇到了一些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数据量特别大，就是有这个素材还都没拍，然后画圈的都是没有做的。大家可以看到，请检查这个网络链接，就是一个断网的状态。当然，这个安卓是可以离线保温的这一期视频确实不太一样有很多小伙伴说什么想做视频、想做测评，真没有那么容易的，我的哥！但是我发现这期视频做完了，我能对各家的厂商的这个底层安卓系统的调教稳定性，也能做出来一个排名。家人们，王总生日快乐！放屁！今天不是我生日，生日快乐！现在不是我生日。等下我们去洗个澡吧。洗什么澡？现在都11点。今天是录制性能大对比的第7天还是第8天？具体我给忘了。